我没死，这是古代。娘娘节哀。我是谁？娘娘，您是当朝太后，先帝驾崩，8岁的陛下刚登基，20岁守寡，有个8岁儿子，真行！上辈子卷到死，这辈子直接退休养老。不用打卡，不用改 PPT， 万岁！娘娘，您还吃得下？大伯，尝尝吗？御膳房新做的。朝中已有7份奏请垂帘的折子，全被方锦县压下了。先帝遗诏写明，太后与司礼监一同辅政，如今批红大权由他一人把缠，余家的折子连御前都递不到。那不垂帘呗？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长此以往，余家必败。大伯骂我，我知道我没用，可我一介女流，那些大臣都好凶，掌印也好凶。上次他看我一眼，我腿都软了，我怕。没出息。好奶，演得不错。野猫狡猾，白天睡觉，晚上出没。娘娘说该怎么处置？猫猫那么可爱，为什么要处置？它也许只是饿了，要不在树下放条小鱼干？哼，娘娘，明日辰时3刻，陛下在文华殿读书。哦，我一定督促陛下早起。您也去。您不是说怕大臣，怕掌印，怕做噩梦？那就去学点东西，学明白了才不会怕。对了，那棵杏树臣已命人砍了，免得再有野猫摔断脖子。完了，不上班就得上学。陛下，大晚上不睡觉怎么了？掌印说朕应与你培养母子情谊，让朕住到长宁宫，你夜里给朕讲故事。儿大必母，你去偏房睡。哦，掌印说故事能开蒙益智，还可安抚心神。只此一次，上来。想听什么？掌印说您或许知道齐桓公和管仲的故事。掌印还说什么了？掌印说太后若讲不好，明日他亲自来讲。行，那我给你讲个新的，皇帝的新衣。很久以前，有个皇帝特别喜欢穿新衣。主子，太后明日当真去文华殿？去。可余家那边，于红已是第3次进宫了，3次都没说动太后，你觉这是为什么？太后年纪小，胆子也小。去查太后之前，可曾学过什么戏？戏？去吧。该起身了。这么早，不是辰时3刻吗？要洗物用早膳，若去的迟了，先生会生气。掌印每天都在生气，怕什么？不是掌印，掌印不让朕唤他先生，他从宫外请了教书先生，脾气不太好。比掌印还不好？掌印没有不好。你一整夜背对朕，是讨厌朕吗？儿大必母，陛下已经8岁了，不应与女子离得过近，这是2件事。我没有讨厌你。待会儿掌印要是发火，你就拿出皇帝架子来，不要让他找我麻烦，行吗？陛下是君，臣是臣，君要臣担责，臣自当领受。陛下迟了。是朕，是哀家起晚了，掌印要怪就怪哀家。臣不敢，
只是先生性情刚直，最重守时，怕是会为难。你不也来迟了？臣有事务在身，提前告过假。哦。老朽授课第一条规矩便是守时。陛下今日的功课需多加3篇临帖。学生领罚。至于太后娘娘，老朽不敢逾矩，只是既来旁听，便站着听吧。我不是太后吗？先生说的是。此处应藏风。练个字还特意让我来当门神，你爹的！在长宁宫安插眼线，让赵燕来试探我，逼我来伴读，满口臣不敢，却没半点尊重。当我是面团儿，闲了就跑来捏2把。太后娘娘，昨日娘娘给陛下讲的故事，臣略有耳闻。皇帝的新衣是民间故事，哀家觉着陛下年少，便挑了浅显有趣的讲，以作启蒙。娘娘觉得借童言讽讽与谄媚是浅浅，陛下所理解的才是哀家本意。陛下这一笔软了。娘娘不必如此，故事本身并无不妥，臣没有指责娘娘的意思。先生讲讲齐桓公与管仲吧。哀家腰疼，先生莫怪。太后娘娘好生休养，莫要拖成顽疾。老臣这就去请太医。多谢先生。管仲曾射杀公子小白，小白养死逃生，即位后却不计前嫌，任管仲为相。齐桓公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娘娘以为管仲为何能得如此信任？因为管仲从始至终只忠于齐桓公一人，不为救主，不为私利，不为身后名。他的所有心思、才智、谋略，都只为了让齐桓公成为真正的霸主。今日的课到此为止，掌印若要继续，自便。陛下认哀家这个母后了。哀家在问你，你既是父皇的皇后，自然是朕的母后。那你为何一句母后也没叫过？掌印暗示哀家该一心辅佐陛下，那也得陛下愿意。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父心。只是不知掌印和陛下要的是一位真正的母亲，还是帘子后面没有思想的传话傀儡？你想让陛下成为明君，可我不过想在这个位置上活得舒坦些。母家有何心思，我一概不想过问。可掌印似乎对此很是不满。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这几日我像水一样往低处流，处处不争，却并没有换来所愿的平静，反倒叫掌印看戏上瘾。如今拉到跟前来看了，是想看我几时演不下去？继续。哥现代非得报警抓他个神经病控制狂。你知道我最烦你什么吗？不是你弄权，不是你3番2次阴阳怪气吓唬我，而是你的眼睛看我从不像在看一个人，像在看一件似乎有趣、可以利用、可以打发时间的小玩意儿。好玩吗？我夜里吃了什么，和人说了什么，在你面前又是如何谨小慎微？你整天没正事干了，很无聊是吗？娘娘在说什么？臣不明白。你明白，你比谁都明白。你要的管仲，是不是还得把心肺抛出来给你验鉴？够不够红，够不够热，才配放在你的棋盘上？可你忘了，没有一枚棋子甘心被这样对待。你也不过如此。从今天起，长宁宫不欢迎东厂的人，我的事不需要事无系汇报给司礼监。儿子我会管，该做的事我会做，但我怎么做，什么时候做，是我的事。掌印可以继续把手手伸得长，我迟早给你砍下来。娘娘，您脸色怎么这样白？腰疼，老毛病了，歇歇就好。臣在1刻钟前收到陛下口谕，便立马赶来了。小孩还挺关心我，是老毛病，你随便开点缓解疼痛的药方就好。
多谢太医。娘娘，夫人来了。青青身子不适，今日陪陛下伴读，站得久了些，有点累。你是太后，为何站着伴读？确实迟了时辰，给陛下做榜样，有错就挨罚。傻孩子，他是一国之君，纵是错了也是对的，何须如此？青青青，不是娘说你，陛下年幼，你这太后当的终究是虚的。前朝的事自有你父亲和几位叔辈操制，你何必费心？为何不肯垂帘听政？不过就是安安稳稳坐在帘子后头，该点头时点头，享不尽的轻浮。你大伯来劝了3次，你都不肯，回去气得吹胡子睁眼，非要我进宫来劝劝你。原主向来最听娘的话，是个小妈宝女。娘，您给我个准话，余家是否有不轨之心？这种话你也敢说？余家3代效忠，怎可有不轨之心？那便是要他做最光鲜的提线木偶，和方锦燕没有本质无比，都没有把他当人。先帝中宫虚悬，是钦天监说你与先帝八字相合，可承托天命，外戚专权，没有一个好下场。汉代的吕氏、霍氏，这是一条被历史反复验证的死路。娘，您别生气，女儿只是怕。女儿在宫里听到些说咱们家树大包丰，若真出了事，女儿首当其冲啊。傻孩子，有玉家在，谁能动你？那若是掌印呢？他今日在文华殿便对女儿百般刁难，女儿听说他连父亲的面子都不给。这个燕怒！青青别怕，辅佐之权，其中却也有你的份，这是名正言顺的手谕。倒是你父亲和哥哥在朝堂上才好与他周旋，护你和家族无恙。原来爹爹们早已在为女儿筹谋，是女儿不懂事，让爹娘操心了。哼，你先好好养着，我回去与你爹和兄长商议。听说陛下住到长宁宫来了，你且与他培养情谊。女儿明白。以前腰还得塞个靠枕继续加班，现在好歹有人给按按，谢谢你。这是奴婢该做的，没有娘娘，也没有奴婢今日。双兰，待会儿将长宁宫的宫人全部换了，尤其是太监，我不要用太监，全部换成婢女。是。让御膳房多备些好吃的，以后脑力运动很累的，伙食得跟上。是。从今日起，闭门谢客。娘娘，换宫人要经司礼监或凤印一直走章程，奴婢是去请示司礼监，还是凤印呀？我不会没有凤印吧？目前凤印确实由司礼监保管，立后大典那日，掌印同娘娘说过。天塌了！太后没实权我懂，但连个橡皮图章都不给，这么好的配置竟然是天崩开局！余家干什么吃的？我见梳妆台抽屉的檀木盒里有没印章呀？那是娘娘您的私印。只能安慰自己还可以东山再起了。掌印，陛下，掌印说过要让他安心，与我们一心，可掌印好像在逼他。陛下，人心如深潭，有时需潮时才知深浅。那测出来了吗？太后娘娘有脾气有底线，且稍微有点胆魄，可惜不够周全。陛下希望她回来。她是父皇的皇后，自然是朕的母后。陛下放心，若她是个聪明人，会回来的。事已至此，先传膳吧。弄碗冰镇杏仁糕来，要加双份蜜豆。好，奴婢这就去。既然掀不了桌，那就先上桌吃饭，至少还有玩意儿是我的。母后，身子可好些了？已经不疼了，还要谢谢陛下请的太医。这是应该的。当真认我这个母后了？他教朕喜怒不形于色，可面对那些朝臣，朕心里空，无处落脚，这种滋味不痛快。朕还需要一个母亲，在生活琐事上会引导朕、关心朕的母亲。你怎知我就能胜任？父皇既然立你为后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掌印有没有告诉你，不要轻易与人交心，在不确定对方是否坦诚之前？朕希望你是自己人，便愿拿出朕的坦诚换你的真心。好孩子，知道了，母后试试看。在此之前，我得先找掌印谈谈。
间怎么没有人值夜呢？别怕，小姐，娘娘莫怕，今儿黑风值夜。好狗，嚎一声，叫娘娘听听你是个什么东西。关门。掌印，哀家来赔个不是。臣惶恐。白日哀家被鬼上身，掌印信吗？那你是谁？哀家已经清醒，鬼被哀家赶跑，不会再来。于西剑没了。那具尸体身长5尺1辰，左肩胛骨下方有一枚淡褐色胎记，形似花瓣。臣只在乎坐在太后这个位置上的人是否值得臣费心。我可以如你所愿，做一个合格的皇帝母亲。我不会赞成余家的一切狼子野心，所以你大可放心。我不放心。那你要怎样？说说，你从哪儿来？我从东土大唐来，前往西天取经。很远的地方。有多远？远到你无法想象。以前是做什么的？俺是种地嘞。种什么？包谷养鱼。这些是何物？就是土里长的作物。原来是个土地仙。那你嘞？你又是干什么嘞？太监头子？太监尾巴子。娘娘莫非以为顶着这张脸坐在这个位置上，只要不争不抢能天下太平？林家的人已经等在宫门外了。你让我去应付林家人？不是应付，是安抚。怎么安抚？说突发心急？这本就是个好说法，体面又无从查证。行，我去。娘娘明智。我去可以，但你怎么保证林家不会撕了我？雨大路滑，怕娘娘摔着，臣陪您去。要交代什么？没有，娘娘自个儿看着办。给娘娘整理好仪容。娘娘要抱着凤印进去。走吧。太后娘娘到！太后娘娘，老臣女儿究竟是如何死的？还请娘娘给个明白。母后，诸位请起。这位督察院御史此刻跪在这里，本身就是一道无声的弹劾。若非皇太妃先害死了原主，他今日定会愧疚万分。诸位请节哀，雨夜寒重，陛下体恤，赐座。老臣不敢受坐，只想请太后娘娘给个明白，为何太妃白后还好好的，入夜变成了关中之人？突发心急4个字，可能服众，可能告慰先帝在天之灵。哀家可请司礼监当场呈报太妃今日所到寄当、转换太医的时辰记录，一应过程皆可查验。至于心急，御医诊断在此，言太妃娘娘郁结于心，思虑过重。您作为父亲，难道不曾察觉，不曾心痛吗？太妃淑德，林家抚育有功，陛下另有恩赏。这几乎是能争取到最好的结果。老臣谢陛下、太后娘娘恩典，还请娘娘容许老臣见女儿最后一面。方锦县真是走一步算百步，哀家允了。你还困上了？娘娘好大的手笔。既然要安抚，就一次性安抚到位，总好过后患无穷，天天被他们借题发挥，烦。凤印到手就以为腰杆直了，到底年纪小。娘娘莫非不知，凤印章程也得司礼监办。母后，掌印。朕想回去就寝了。我与掌印还有事要商议，你先随宫人兼着回去歇着可好？朕想听故事。我会快些回来，你若困就先睡，明日再补上。好。这人明明一副要翻天的嘴脸。掌印知不知道，想让牛马好好干活，就不能光画饼。
吃颗糖消消火。你有这么好心？方锦线，出寒如嚼梅，外闭酸生津，健化健秘心，回甘润腹。你们竟然就有这种工艺了？酸医如何做的？娘娘可以问莫方，她母亲所做，留不长，过夜就不能吃了。吃不完才给我。你不光画饼，你还废物利用，不愧是资本家。何为资本家？压榨底层，剥削劳动人民的万恶势力。娘娘这就冤枉臣了。少来！封印章程要多久我不管，你得先帮我把长宁宫清干净。怕是干净不了。我说的是你的人，那更不行。利益需求都不到位，你别指我给你干活。他似乎不明白，这深宫本就是一座巨大的囚笼，他自己亦困守其中。或许要养好一株带有生气的花，不能只浇灌冰冷的水。娘娘，臣方才想了想，娘娘的顾虑不无道理。长宁宫的人若让娘娘用着不顺手，确实不妥。明日臣会撤走所有明面上的眼睛。然后呢？换上更多安帝的。娘娘以为这宫里何处没有眼睛？御花园的洒扫太监，膳房的帮厨宫女，甚至是陛下身边某个不起眼的小黄门，谁又能保证背后没有站着旁人？我明白，只是希望你不要再事无巨细地盯着我罢了。原来不傻。说话就说话，你不要总是骂人。娘娘要的干净，臣给不了。臣能做的，只是让那些眼睛在必要的时候变成瞎子，给娘娘争取半点清静。条件呢？你可知先帝为何在临终前立于氏为新后？不是钦天监。先帝还没有那样慌不择路，指望立后便能续命这种荒唐事。不过你的到来平衡了余家可能会带来的弊状，我心中是希望你能诚心与陛下一条心的。你稳住我，不只是为了稳住陛下，更是为了先帝的嘱托。陛下若能信任你、亲近你，这于他于社稷皆是好事。原来你是如此忠义之人。忠义不忠义的，不过是依附皇权，寻一份安稳，别无选择。夜深路重，娘娘请回吧。至于清静，只要娘娘无碍大局，长宁宫内臣可担保，无人扰您清梦。那便多谢掌印，祝我们以后相处愉快。怎就不再坚定些呢？我本就是一个满心算计的卑劣者。我明白，这是同一片天空，看的是同一轮月，可我再也回不去了。母后，小孩缺爱粘人，学着适应一下吧。不是让你先睡吗？故事还没讲。就这么想听？林家的事如此便了了吗？你觉着呢？林御史便是心中存疑，也会因为母后给予的追封和赏赐压下，不会再发作。还想问什么？可我想不明白，林御史那样刚正清廉的人，会为了赏赐和名声去追查女儿死去的实情，在他心里，亲生骨肉还没有名声要紧吗？因为女儿已经死了，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再刚正清廉的人，也会权衡利弊，一条未知的路和一条稳妥可接受的路，必然不愿去赌。若他偏去折腾，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？你觉得他应该追究，是因为你正在深切地怀疑太妃的死，对吗？那他当真心急而死吗？昨夜的故事还记得吗？太妃便是那件不存在的新衣。那个说真话的孩子呢？你就是那个孩子呀！你坐在那里配合了我，你就是无声的真话。因为我是皇帝，我说真便是真，我说假便只能是假。你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别人的想法和做法，这便是独属于皇帝的特权。一天的大起大落太耗元气了，刚来时还觉得新鲜，时间久点，手机瘾犯了，浑身难受，好想深夜烧烤配啤酒，再找一部下饭视频。夜里吃多了伤身，睡不着，一起吧，正好陪我说说话解闷。好。母后，掌印，傅先生今日批注说民为重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，乃圣人之言。可朕想问，若民为重，为何律法森严，多是维护君权与朝廷体统？此非言行不一乎？孟子此疑，
意在警示君王：若失民心，则失天下。律法维护纲常，乃秩序根本。无秩序，则民不聊生。二者并无矛盾。陛下当领悟其精神，而非拘泥字句，陷入诡辩之思。允直这个问题特别好啊，言行不一这4个字抓得特别准。圣人的话是理想，律法是事实。就像掌印常说的，宫里规矩大过天。但有时候呢，可能就是定规矩的人自己也没完全做到，又不好意思承认，只能绕着弯子执行。娘娘此言又是指责又是暗讽的。哎呦，掌印可别给哀家扣这么大帽子。哀家就是顺着陛下的话打个比方，就像掌印你，整天板着脸说规矩体统。娘娘莫要混淆视听，误导陛下。看，这就叫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强词夺理，偷换概念。不是所有写在纸上的道理都永远正确，也不是所有立下的规矩都不能变通。好像宫里2个大太监为了争谁去领赏，在那里拐弯抹角的互相拆台。母后、掌印，你们说的好像都有道理。陛下明鉴。安排几支戏班子到长宁宫。哀家要陶冶情操，你要不答应，我就只能写家书请我娘帮忙了。这也不行，哀家明白，先帝去世，哀家痛心疾首，已郁结多日。好在儿子体恤，特提议请戏班子进宫替哀家安抚心弦。陛下既允，娘娘何必让臣请？你把关嘛。臣遵旨。这下有戏看了。掌印，太医院刚收到消息，太后母家于夫人近日递了牌子，恳请明日入宫探望。按规矩办，照此办理。3日内把符合的班子报上来。是。启禀娘娘，于夫人已到宫门口。大病初愈的人设得立住了。青青，瞧着清简了，身子怎的越发不好？老母亲挂念，女儿只是偶感风寒，已无大碍。你父亲与兄长近来在朝中颇为艰难。来了。那方锦燕仗着先帝遗命，处处与咱们家为难。娘知道你如今也不易，陛下年幼，方锦燕权势滔天。母亲说的是，女儿在这深宫也是如履薄冰。女儿如今只盼着陛下平安长大，别的都不敢想了。委屈你了，青青，你也是我们余家捧在手心里长大的，娘明白你的日子难过。我是不是占了人家位置又太不负责了？入宫的名录与宝戒皆已齐备，这是拟定的剧目单子，请掌印过目。草民乐伎连叩见太后娘娘。不必多礼。岳版主倒是准备的齐全。掌印吩咐要热闹吉庆与辞嫂清雅兼备，草民不敢怠慢。这几出都是班子拿手的，词也干净。记住你的话，宫中不比江湖，一步行差踏错便是万劫不复。太后与陛下面前，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，心里要有数。是，草民谨记。娘娘，这便是云少班班主岳继莲，3日后班子入宫纲程已敲定。岳班主名字好听，看着也像个读书人，怎么入了这行？回娘娘，家道中落，总要寻个谋生的路子。唱戏虽为末流，却也是一门学问，能以此娱人，也算不负所学。说得好。不过岳版主，哀家有些想法故事，不知岳版主能不能替哀家呈现一出好戏？草民定当竭尽全力，不敢辜负娘娘期许。岳班主先回吧，具体事宜自有人与你交接。是，草民告退。你特意叫我过来，就是看看这人。此人背景干净，戏班规矩，在京中口碑尚可。娘娘既要点戏，臣自然要让娘娘见见主事之人。挺好的，模样俊，名儿好听，人也温润如霞，不知唱戏时是什么样子。娘娘还是注意些身份，莫叫人看了笑话。娘娘毕竟是陛下的乳娘，需低调行事，以免被人诟病。行行行，好好好，不就是端架子演哀思吗？我懂，我会。查得挺细啊，南郡岳家还真是个落魄书香门第。
不容易。谢了啊，掌印，办事效率很高。你好像不太喜欢这个月季莲。臣喜不喜欢，与娘娘听戏何干？那倒也是，3天后是吧？没别的事儿，我就回去了。到底年纪小，撑不起太后架子，见到个漂亮男子便罔顾身份。莫方，奴才在。这几日盯紧云少班子，莫要出车错。是，主子。哇，掌印如此亲面，其他人一定被你卷死了。这些是后宫账目和人事请调的条陈，娘娘可以先试着处置。我吗？这些都是让我处理的。娘娘既然接手凤印，在其位不可不做其事，请吧。行吧，歇了这些天，也算放过小长假。有炭笔吗？或者细一点的硬笔？朱笔太粗，你不怕我糊成一团？莫方，备置炭笔。念过多少书？文明在发展，时代在召唤。我看的字和你们不太一样。你不要小看我，我今天非得让你知道。什么？让你知道我的能耐。搞定。你从早上到现在一直坐在这儿没动过吧？这些急不得，错一个字或酿成大错。唉，活是永远干不完的。起来活动一下，喝口热茶。你那脸色白得跟鬼似的，还是多注意身子才好。谁一把年纪？哦，原来你在意这个。那就算年轻力壮，也不能可劲儿糟蹋呀。哦，何出此言？我来到这里之前是累死的，连轴转没睡觉，然后就猝死了。而我的命也没有为我换来很多钱。来到这里，有可能的话，我只是不想再那么累。你从前很清苦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掌印亲自倒茶。娘娘方才说喝口热茶。谢了。那你呢？什么？你要是也累死了，谁来给我当甲方？臣还不想死。那就好。好啦，下次直接差人送到长宁宫就好，省得我来回跑。先在司礼监慢慢试着处理政事，熟悉之后再送去长宁宫。好吧，那我走啦。母后，您从经常看戏吗？也不经常。岳版主，这出戏排得真好。哀家这儿有个小故事，词儿简单也有意思，你看看班子能不能改了排一排，下次演给陛下看看。得娘娘赏识是草民的福分，班子定当尽心排练，不负娘娘所托。哀家今日看了你们这出戏，接连多日的烦闷都散了些，忽觉只看一回可惜，不如往后每隔5、6日便请班子进宫演一出。娘娘，宫中承迎外班自有规制，这般频繁，于理不合。今日已是破例，岂能成了常例？也是，是哀家想的简单了。既如此，便依旧例吧。臣告退。闹着要看戏，戏在跟前却不好好看，频频把目光落在台下的班主身上。母后，掌印，儿子觉得听戏是雅事，但不可沉迷。陛下思虑周全，是臣失言。今日有劳掌印安排，哀家与陛下有些乏，便先回宫了。娘娘，司礼监把条陈送过来了，今日不必去司礼监了。总之有事他会来告诉我的吧？不说我就当没有。同盟嘛，要给对方一点信任。掌印最近很忙，他连傅先生的课都鲜少有空陪同，只每天傍晚回来询问我的功课和起居。他都快忙得脚不沾地了。也是，本来就是辅佐朝政的方掌印。掌印大人，你也来这儿躲清静吗？算起来，我们快10来天没见了吧？在这皇宫里，果然能住出相隔甚远的感觉。你好像清减了些，黑眼圈又重了点儿。原来手握大权也会这么累啊！来吧，你的同盟愿意听听你的烦心事。
新戏还看吗？排好了，这么快？班子递话说很有意思。那当然，也不看看谁写的，允直肯定喜欢。我安排他们入宫。好呀，不过上次就想问你，月季莲有问题吗？如果不方便，那还是不要来了，我不想找麻烦。想解决一件事，要先直面这件事，一个戏字而已。没有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对了，前几天我让人给余家送了礼，听说他们最近挺消停的。倒也没有很消停。我想了个法子，一劳永逸。首先，我得支棱起来，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女儿并非乖顺可控，那么其中的风险就显露出来了，他们才会明白自己不会那么容易如愿。余家左右不过想要名，只要让他们意识到护驾就是首功，若执意争权，便是与陛下为敌，再给他们施加外部压力。从我娘的口风中得知，他们一直在走稳中求胜的棋。如今余家在朝堂有意查人，你也别一直当靶子，可以转移压力，扶持新势力。我看林家就不错，要走的举步维严，好好想想该不该。你倒是想得周全。那当然，说了同盟嘛，你帮我，我帮你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今天怎么一个人跑到这儿来，争夺青金？这几日朝堂上有些棘手的事，余家联合了几言官弹劾东厂越权。冲你来的？不是什么大事。那你跑这儿来看枯树，还不如回去睡一觉。方掌印为国事寝食难安，行销蛊孤，简直是我辈楷模。这北院的秋风似乎没那么凉了。近来我放了鱼饵，就看余家是否上钩了。英雄所见略同。你呢？你打算如何支棱起来？如果我垂帘听政，你会让我干活吗？会。就这般吧，回了。什么就这般？我不要干活！这种事就不用走我们流程吗？方锦熙，我再也不会请你喝奶茶了。行，垂帘听政可以，反正我不干活。什么时辰了？寅时3刻，娘娘需提前至太平殿后殿等候。哀家的头发够吗？娘娘，您头发并不少，正式发髻都是这样的。启奏太后陛下，江南漕粮因秋雨延误，河道淤塞，请求加拨银两输注，并弹劾漕运总督督办不力。项目延误加预算追加。准卿所奏，着工部、户部同核查，10日内剧本在议。臣有本奏。户部尚书所言不实，夸大实情，意图中饱私囊，你血口喷人。一来就吵架，有点意思，开了眼了。我是要给他做榜样的，不能乱。够了，漕粮关乎命脉，河道淤塞乃眼前之急。今日所议，当以解此急议为先。至于尔等所言种种，是非曲直，自有公断。着户部、工部即刻据实重新核算书修所需银两工期，3日内详列章程呈报。上书说不是这样，什么对呀？漕运总督督办不力与否，由督察院并行查产，10日内奏报。陛下与哀家要看的是结果，不是口水。臣遵旨。臣等遵旨。下次再有这么多废话浪费太后和陛下的时间，都不必再来。退朝。要不说你是干大事的人呢。母后，腰疼复发了吗？没有。怎么样，你母后今日是不是威风凛凛？今日见母后，也不是事事都对大臣讲究礼助尊敬，是不是我也可以？允直啊，你是皇帝的前提呢，首先是个人，那些大臣也都是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和行事方法，不是说非得如何，大家一起共事，为的是这百姓社稷。无论民生、礼道，都不过是工具。用好了是事半功倍的润滑剂，用不好就是捆住自己手脚的绳索。只顾炒些没用的，把正经事丢一边。所以我才直接告诉他们，要看结果，也限时间。允直，你记住，为君者最重要的是把事情做成，把该担的责任担起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可以用仁德去感化，也可以用威势去震慑，甚至偶尔也可以像掌印那样直接告诉他们专心干活。掌印那样也可以吗？看情况。掌印那样是因为他有足够的底气，也承担了骂名带来的后果。你还小，还在学，
所以母后和掌印才让你先多看、多听、多思，等你有了判断力，才是真的可以。不过呢，你得先把自己的道理和底线想清楚。娘娘，于夫人已在宫门外候着。请进来吧。青青，你垂帘听政的事怎这么突然？今日朝会我都听说了，你处理得宜，言语果断，连方锦县内司都当众附议，好，真是太好了！你大伯下了朝，就跑来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，夸你夸得笑开花了，这才是太后该有的气象。金口一指，母亲快别这么说，女儿心里慌得很。那些大臣一个个话里有话，女儿不过强撑着按规矩说了几句罢了。慌什么？你做得对呀，好孩子，该拿主意便拿。不过怎么这么突然？可是发生了什么？娘，是掌印他欺负你。不是的，娘，是掌印他逼女儿垂帘的。为何？他莫不是想让你听他的，做个空壳太后？掌印敲打女儿，让女儿不要步了前太后的后尘。他真这么说了？上钩了。大伯这些不可控的，总要有人看着。若还不知收敛，一个劲儿往前凑，那是要掉脑袋的。余家没那份心，可不怕旁人抓什么错处。装傻听不懂还是太过自信，别浪费我口水眼泪啊！喂，娘，咱们都得先平平安安的，往后才有往后啊。娘回去定好生同你父亲他们说，你在宫里多留个心眼。呀，黑风，你回来啦？怎么这么乖啊？他们打你了没有？你真俊啊，眉清目秀的。有事？有事儿，撸狗撸饿了，刚好一上午没吃东西，有吃的吗？黑风是狼，狼犬是犬，狼犬也是狼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才不跟你争这个。我娘来长宁宫的事儿你都知道吧？你说她什么意思啊？烦死了，真要作死别连累我啊！他天天这么吃，好像没长肉呢。你怎么又不搭理我？别啊，我们可是同盟。方锦县你再这样，小船就该翻了。什么小船？友谊的小船。那么我该怎么才能守住这艘小船呢？这是我一个人的事吗？听语气有种要撕票的冲动。那娘娘现在希望臣做什么呢？你的鱼饵放出去没有？还没咬钩。要不我们先打个商量？什么？不管余家以后做什么，什么下场，我都默认排除在外，不被牵连，行不行？不行。你说我容易吗？我这么努力，怎么还一事无成呢？你的命一时半会儿搭不进去。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，你简直是我的定海神针啊，掌印大人。剩下的你解决吧，我回长宁宫吃。掌印大人，我来问问上次那个戏本子，岳班主改好了，说可以排。余家那边有动静了吗？很投缘。投缘谈不上吧，文绉绉的。到底怎么了？余家咬钩了？岳继莲有问题？那以后别让他进宫了。这戏不看也罢，小命要紧。舍得？你不是很喜欢那个岳继莲？喜欢从何而来？我知道，我是太后，不想就不想呗。你知道就好。早些歇。莫名其妙。母后，您来的正好。儿子有些地方不明白。哪里不明白？既然早知不妥，为何不一开始就教导约束呢？怎么解释？或许是时机未到，也可能管的人自己心里也乱着呢。心里为什么乱？或是自己也没想好到底该怎么办，是严厉点好，还是宽容点好？陛下英明，所以治国宜家，道理相通，发现问题尽早沟通，理清边界，比事后算账要强，也少伤感情。那如果已经酿成大错了呢？如果已经犯错，那首先要积极改正，该弥补的弥补，该承担的承担，
掌印既然来了，不然也进来听听。陛下勤学好问，乃社稷之福。就像看熟人演戏，这是你的台词吗？陛下仁孝，能有此问，甚好。古话还得古人来说。当皇帝好难，当掌印和母后也好难，要管那么多事，还要管不听话的。允直的身体跟个暖宝宝似的，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呀，不像我们的掌印大人，冷冰冰的，不知道要冻死谁。臣是来检查陛下这几日功课的。允直去玩会儿吧，今日双兰和莫芳都能一起陪你。可功课，我陪掌印看就是。一会儿要用午膳，你先去玩吧。有没有发现小孩开朗了很多？这样也挺好吧。我不太懂，还是说当帝王非得压抑天性？若有能耐，怎样都是好帝王。逻辑开始自洽，不死守你那些规矩了吗？陛下这几日写得如何？尚可，笔力渐稳，见解虽稚嫩，但能独立思考。他才8岁，能知道漕运是什么就不错了。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什么？陛下还有莫芳，他们知道我，不是原来那个人吗？知晓的都死干净了。所以这世上只有你知道我这个秘密了，对吗？这篇论孝道的倒是不错，虽引经据典，却提出君王之孝与庶民之孝，其表虽同，其理或异，盖因所担责书，以出具辩证之思。看来我这快乐教育还算成功。陛下天人本就不差，那也是我这个快乐母亲给了他安全的成长环境嘛，心理状态稳定，学习效率才高，这可是有科学依据的。方锦仙，我发现陛下有个不好的习惯，我发现他有不喜欢的东西就会往床底下塞。李全怎从未提过此事？孩子大了，哪会事事都想让家长知道？先帝也有这个习惯。那没事了，可能就是想爹吧。先帝是什么样的呀？听上去似乎是个挺有趣的人。问这些做什么？我都替他养儿子了，问问还不行？你和他又是怎么发展君臣情谊的？给我讲讲呗。你想听他还是我？都行。你的事儿不方便说的话，讲讲先帝就好。没空。小气鬼，不跟你玩了，我找允征去。掌印有事？讲故事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这些都是咸口的点心，你要不要甜的？我喊双兰送来。不必。我准备好了，洗耳恭听。都听，可以吗？等等，酒来了。妥了。先帝如你所言。然后呢？不滥情，爱发妻，对儿子好，也不昏庸，人也有趣。你听过人讲故事吗？我的父亲是死去的镇北侯，彼时我10岁，本该被流放，被表兄改名换姓，送进宫中，指望我为家族洗清冤屈。他培养我，规训我，也用我。他兑现了承诺，登基第3年，方家沉冤得雪，构陷者得到应有惩罚。那日，我用回本名，在祠堂外跪了1夜。那几年很累，先帝临终前只召见我一个人。我把江山和儿子都交给你，替我照顾好。他一直是这样对你吗？我付出忠诚，承受猜忌，担起江山重任，很公平的交易。公平吗？从头到尾你都是无辜的。你在心疼我吗？不然呢？你这么容易心疼别人吗？或者说这是怜悯？我还会心疼小猫小狗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况且你这个故事很难让人平静好吗？我不太会安慰人，都在酒里了。
现在还有人知道你的真实来历吗？所以我们之间又多了一个你知我知的秘密啦。同盟小船，加固加固。共情能力这么强，听什么凄惨故事？娘娘，明日朝会。娘娘，这是醒酒茶。得上班，不洗洗。臣听闻，江南盐商每年送往京中的捷径，有些府邸门槛都被踏破。此等清查，必要避嫌。林御史此言何意？您这是含沙射影，污蔑朝廷命官。下官只是据实陈证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哀家听明白了，此案拖延3年，账目混乱，牵扯众多，光靠一个衙门一派官员不够。哀家提议成立此案的专项调查组。敢问太后，何为专项调查组？便是指定数名官员，专职负责此案。至于人选，林御史方才所言有理，需避嫌者自然不可入选。方掌印，此事便用由你与内阁初步拟定人选，3日内呈报，如何？臣遵旨。太后英明，太后思虑周详，臣等无异议。娘娘，户部侍郎于文柏求见。臣参见太后娘娘。青青，为何要将于家排除在沿案的调查之外？兄长，林家弹劾是否捕风捉影，你我心知肚明。兄长自己看吧。青青，你手中为何会有这个？我能有这个东西，你想那方锦县手里会掌握多少？此番看似失了先机，实则给足了时间。这是我能为于家争取到的最后的机会。青青，你当真要如此绝情？我已经争取至此，你竟还责我绝情？兄长，我是做了太后，可朝局未稳，多少双眼睛盯着，你可知我的难处？我明白了，青青，只是你突然如此，可是还在怪为兄。怪你什么？青青，你我是兄妹，纵然不是亲生子，却自幼一起长大，断不可。什么？谁不是于家亲生？这是最后的机会，不想于家倒台，就上点心。臣遵旨。娘娘，掌印来了，让他进来。怎的？你知道这些事吗？于家没有留痕。那这次不稳妥吧？他会不会阳奉阴违？别怕。怎么这么麻烦？他到底要干嘛啊？我来处理，收拾一下，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去了便知，叫上陛下。掌印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呀？对啊，掌印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玩儿。母后，您别这样看着我，出来玩就是要开心的。我发现你是不是长高了？您才发现，看来对儿臣并没有很上心。嘿，你这小子，最近夜里偷吃了是不是？脸都圆了一圈。母后还说我呢，你也长了一圈肉呀。天天吃那么多，不长肉才是白吃，好不好？嘿嘿。掌印之前也会这样带你出来玩吗？不会，掌印说外面太危险。掌印说的对。那今日不危险了吗？山高任鸟飞。来啦，傅先生，好歹梳梳头，哪有时间？别见外。来，陛下，随便看，喜欢什么带回去。这个好有趣。傅先生是这儿的老板。哇，他就是那种隐藏的世外高人，隐藏的平平无奇，其实饱读诗书，见过大世面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今儿怎么突然想带我们来这里啊？看你心烦，换个地方散散，也让你看看，这个世上不只有勾心斗角、蝇营狗奏，还有人在实实在在的琢磨如何让水车更省力，让织机更快，让堤壁更牢固。这里的东西很多会用到漕河修缮、农具改良，甚至军械优化上，虽无名利，却利国利民。让这些实实在在的好
能生根发芽。这几日你似乎有些不安。母后看招！好呀，你偷袭。那里有青苔，你离远些，小心踩到一个跟头，出溜到西天去。那不正好，一步到位，送你至西天取经。啊！呸呸！不吉利，不吉利！掌印不要咒母后呀！就你记性好，这里有好多漂亮小石头。掌印看，这个像不像小兔子？这个像灰姑娘的水晶鞋。灰姑娘，从前有个姑娘被继母和姐姐欺负，每天都要干很多活，因此总满身灰尘，被人叫做灰姑娘。母后，王子只靠一双鞋子认人，谈何喜欢？喜欢只是一种感觉，很难讲清楚的，你以后就懂了。母后，我还小，现下与我聊这些不妥。有何不妥？你觉得你会喜欢什么样的女孩？横竖不要母后这样的，没个正形。嘿，你个臭小子，我怎么没正形了？你越来越没大没小了。我自己来就好。冷吗？不冷不冷，谢谢。娘娘，您和掌印是不是？我也不知道，所以我要想清楚。娘娘有何想不清楚？这2日您都不爱吃点心了。掌印，您和母后是不是吵架了？陛下何出此言？就是感觉母后最近好像不太愿意跟您说话。以前她总爱问您这个怎么看，那个怎么办，现在都不问了。可是母后看起来也没有很开心。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出宫玩？陛下多虑，太后娘娘近日为朝务劳神，臣已有事缠身，并无闲暇多谈，并非吵架。我希望我们永远都是一条心的。陛下该练字了。这是不是变相说明他真的有那个意思？有点怀念之前那种可以随意斗嘴、分享秘密、一起喝酒聊天的状态。现在这样，心里乱糟糟的。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宇文柏在查你。查我什么？查你还是不是你？杀了他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等我查清他是不是余家亲生的，如果他不是，那便可以解决；如果他是，我以后也不必再管余家。我在查。可能余家藏得深，我比较方便。你知道我在担心你。那个，之前是我反应过度了，其实没什么，是我自己大惊小怪，你别放在心上。你许久没去看黑风了。哪里敢去看？现在已经完全可以确定他喜欢我了。娘娘吩咐过，您年纪尚小，怕过了病期，还是不要进去了。好吧，回去吧，别过了病期，冷静，再冷静。不过生病确实难受，没有现代见效快的药，小小风寒也够折磨人。这人每晚去偷鸡。听闻娘娘凤体欠安，特来探望。这是御膳房新熬的梨汤，润肺止咳。好好休息。娘娘，云少班3日后进宫，娘娘想看哪出戏？这是想要我小命啊！我就说这个家伙很危险。方谨言心眼比真小，不看，别来，哀家罚了。手腕皮肤里有个像大虫子一样的东西在跳，我想给它挑了。娘娘，那是脉搏。感冒真难受啊！怎的了？娘娘脉象乃心火稍旺、思虑过度之象。陈太医，母后都这般难受，怎么会没事？您再仔细瞧瞧。陛下，太后娘娘确实无大碍。这些人要不要这么可爱啊？哀家睡得迷糊，做了个噩梦，没什么大事，不必担忧。那微臣为娘娘开点安神清心的药，与风寒的药一同服用。又加药，自作自受，暗自发誓再也不胡言乱语。小姑娘怎么这么可爱呢？娘娘既已无大碍，臣便不扰娘娘静养了。
有劳掌印挂心。母后，您做了什么噩梦？母后别怕，世上没有鬼神之说。您莫怕，今夜我陪您睡。好孩子，我病还没好，过2日再来陪母后睡吧，届时再给你讲故事。无碍的母后，这几日我很担心您。不可以，允直，你要爱惜自己，过了病期母后会自责的。先回去吧，我很快就会痊愈了，好不好？娘娘，今日有一事，奴婢不知该不该说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啊？听说今日学堂有学子私下问了陛下一个问题，问陛下更爱生母还是您？我特喵的，谁不安好心的问这种问题？刚才在赵燕脸上完全没看出不对劲，但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她肯定也不好受吧？娘娘息怒，陛下当时回得很好，并未让人挑出错处。他怎么回的？陛下说，生母与朕血肉之躯，慈母辅朕承教导，皆是至亲，恩情皆重，何须比较？若有人执意要分高下，不如先论论自身忠孝可曾两全。答的是漂亮，心里指不定多难受。他方才竟也不提，司礼监也没差人来禀，存心瞒着我。是谁问的？回娘娘，是左副都御史之子许州，年满12，叫人去问问他爹养不养的好孩子，这个位置还要不要做？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急眼了我一锅给他们端了。双来应下。你也早些歇息吧，挺晚了，有什么明日再说。是。哇，你个鬼一样的方锦线，不是走了吗？刚到。算了，来得正好，我有事想和你聊。又做噩梦了？你怎么来的？走路没声啊？守夜的是司礼监的人，悄摸走进来的。来说正事。夜半闯别人的寝屋，你个登徒子，这就是你说的不给我添麻烦吗？下不为例行不行？我担心你，怕你又做噩梦喊虫子。都说了那是卖跳，你这样来过几次？很多次想来，大多时候忍住了。那是几次？噩梦。方锦仙，你以前不这样。不喜欢那句，我暂时可以当作没听见。暂时是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于西剑，我不是什么好人，你早就知道。我想要的就会想法子要，我对你也有底线，保证不逼你，不害你。我给你时间想，也给我自己时间等，但别指望我会退回到好朋友那儿去。有点惊悚。你第一次喜欢一个人，比较狂热执着，一心扎在里面，我能理解。但你稍微忍一忍，就会知道那只是一时的新鲜感。你对几人有过你口中所谓的新鲜感？好多啦。上学的时候，隔壁邻居大哥、高年级学长、同班班嫂，反正长得好看的我都挺喜欢。你只用知道，这种感情不可靠，很快就会消散，莫要执着便可解。最好是。许家那小子的事儿怎么没告诉我？无需操心。你打算怎么收拾？他背后无人指使吗？应只是儿童戏言，但教子无方，自作自受。那就好。延税案的进展这2日你都没有送来，我会处理。你好好休养，夜里吃多伤身，喝点热的暖暖，其他的少吃些解解馋就好。那月季莲其实没问题吧？要召进宫？方锦仙，你刚才问我要不要召她进宫的时候，表情特别像追云，你能不能稍微收敛一点？我是故意的，我不想再装了，我就是这种人。知道了，快回去吧，我要睡觉了。母后歇下了吗？是掌印来过吗？你们吃了宵夜？狗鼻子，是不是也饿了？怎么又突然过来？不是说怕过病气给你吗？手这么冰，跑来跑去做什么？睡不着。允之，你记住，母后永远没办法代替你的亲生母亲，但爱不是用来比较的。你今日的想法没有错，生母和您对我来说都很重要，但我现在更习惯有您在身边。您会觉得我不孝吗？允之，你的母亲很伟大，你永远都不可以忘记她，更不可以不感恩，因为有她才会有你。但感情是相处出来的，你对我有依赖，这是很自然、很珍贵的感情，无需为此感到愧疚。母后您看，傅先生按您上次画的草图，把可条书案做出来了，这是缩小模型，您看看合不合适？这么快？傅先生说等您定下样子，就按这个给洪宫和文华殿都做一套，还说多谢母后提点，改日还想上门请教。
毫无压力的踩在前人设计上，做点不费力又能落好名声的事儿，比做什么苦逼牛马快乐多了。穿越万岁！陛下，娘娘，兵部侍郎在宫外求见太后娘娘，说是有边务要禀。这是头一个找到长宁宫来的，请他去前殿稍后，哀家稍后便到。是，母后，您还在病中。好的，差不多了，听听无妨。若是急事不能耽搁，你也听听。陈谢威参见太后娘娘，参见陛下。这家伙头都不敢抬，架竹帘做什么？谢卿免礼，有何边务？回娘娘，北境近来有马匪流窜频繁，臣请旨，允许当地边军适时越境追击，以绝后患。越境追击涉及邦交，是否不妥？娘娘明驾，那些马匪狡猾，若一味拘泥边界，只会助长其气焰。且据臣所知，北狄左贤王对此类流匪亦深恶痛绝。越境追击一事事关重大，需从长计议。谢卿可将详细方略写成条陈，递上来，陛下与哀家会同各部门一同议决。臣遵旨，定当详尽平报。谢侍郎的提议不错，母后为何还要从长计议？这是擦边球，用实战换安宁，试图与北狄达成某种心照不宣的合作。万一人家得了便宜，却扭头倒打一耙，那岂不是惹火上身？母后周全，这要是掌印，又要先念叨我青绿浅谋，再拐着弯让我想。掌印让你多思考也是对的，大脑要经常用，才会越来越聪明。不过能学以致用是最好了，省时省力，融会贯通。不冷？你冷，喝点酒暖暖。回屋吧。掌印日理万机，今儿怎么想起来喝酒？有点累，想和你说说话。张口就来，熟能生巧，居心叵测，不安好心。娘娘怎的脸红？是臣逾矩了吗？娘娘若爱听那些，臣自然恭敬不如从命，日日挂嘴边念叨。少来，很忙吗？你想象说什么？今日见了谢威，他提了越境追击马匪的方略。他也来见过我，是个实在人。你觉他模样如何？浓眉大眼，威风凛凛，英姿飒爽，气宇轩堂。看这么清楚，夸不完了还。然后呢？是柄好刀，可惜太直，在兵部那群老黄奕里容易卷刀。他想做事，就得有人在后头替他看着，别让那些乱七八糟的文书和规矩把他绊死。你想用他？不是用，是服。现在需要慎重考量，陛下将来亲政需要自己的人。谢威这类从底下凭能力上来的，根基干净，只是需要磨一磨官场的棱角，也得有人替他挡一挡明枪暗弹。日后他在兵部若有难处，你或许可以给他开条路。好，我会留意。于文柏的事查清了，不是于家血脉。什么？明日你去于家，我需陪同。你不忙？事有轻重缓急。今日并非急事，且近来几桩案子牵连了些商户，风声紧，自然冷清些。也好，少些耳目。一脸肾虚，难怪我可能不是亲生的。有双兰用得着你伸手？臣等恭迎太后娘娘念及亲情，免了虚礼。诸位，请起吧。是，多谢娘娘体恤。不知方掌印也随从，有失远迎。于公爷客气。太后省亲，达家随侍，分内之事。对了，怎不见兄长？今日有些公务耽搁，方才传话，正在赶回来的路上。哦，掌印，你昨日不是还提过户部近来并无紧急公务？臣来前倒是听下方的人提了一句，仿佛在城南附近瞧见过于文白的车驾。兄长怎的不分轻重？待他回来，定严加管教，让娘娘见笑了。父亲言重了，兄长许是一时失了分寸。今日是掌印手下人瞧见，若是落到那些本就盯着于家的言官御史眼里，娘娘未免过虑了。文柏年轻，应酬交集在所难免。哀家昨日梦见祖父，祖父在梦里对着祠堂叹气。他最担心的便是后人忘了根本，生出不该有的心思，将这100年基业付之一炬。父亲、母亲，女儿难得回来，
想去祠堂给祖父上炷香，也静静心。祖父，孙女不孝，未能常回来看你。今日归来，见家中诸事，心中实在难安。今日大家都在，都是余家人，我便把话摊开了说。余家身为外戚，更该谨言慎行，忠心事主，才能保全身家，绵延福泽。我只怕有人迷了眼，生出不该有的野心。娘娘此话何意？我余家忠心耿耿。忠心不是挂在嘴上的，大伯。什么案子余家都想掺和一脚，手伸得这样长，究竟是嫌死的不够快，还是怕连累不到家里人？大伯，你和兄长往各处塞人之举，生怕旁人看不到，猜不透吗？屁股擦不干净，自以为是，真以为没有把柄在旁人手里？行贿的事，当真以为可以当做一阵风过去？那不过是我处心积虑为余家敲响的警钟。事已至此，竟还不肯罢休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兄长才是你的亲生子呢。青青，莫要如此。祖父，您看看，您睁眼看看，这就是您寄予厚望的长子，这就是余家如今的顶梁柱。他不是在撑家户，他是在把全家老小往黄泉路上送。言尽于此，希望各位好自为之。爹爹，留步。爹爹，有些事我不说，不代表我不知道。兄长值得你们赌上整个余家，去为别人的儿子铺一条可能万劫不复的路。青青，你怎会知道？爹爹，拿出魄力来，管住大伯和兄长，肃清这个家。余家如今的紧要任务，便是辅佐幼弟。您若信我这个女儿，我必定保余家清明和平安。七剑，用过午膳再走吧，爹娘不必相送。好好想想女儿的话，女儿改日再回家看你们。